关注全程密码，了解全球财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道。今天这期节目呢，钱道想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美国这段时间经常讲的一个所谓制造业回流回国这样一个问题。制造业复兴是这个奥巴马执政时期当时就提出的一个口号。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呢，更是把制造业工作搬回美国作为他在任的一个工作重点，他的政绩。我们知道这个二战以后，美国应该说它是这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当时这个波音飞机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包括什么雷维斯、牛仔裤，都是世界家喻户晓的一些品牌更是美国本土生产的制造业龙头。在1965年的时候，制造业呢是占据美国经济的50%以上，但是呢盛极而衰战后美国的产业升级和国际分工的变化，让美国失去了工业第一大国的地位。在1988年里根执政的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经济比重已经不到40%了。到了小布什执政的年代，制造业的比重呢更是下滑到了历史的最低点9%。根据这个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0年10年的时间美国制造业的工作数量它是从1700多万逐年递减剩下了大概是1100多万。川普执政以来呢，实事求是讲，美国的制造业虽然并不能说有什么实质性的回归和复兴，但是呢美国对制造业复兴的信心一直是在上涨的。那这期节目我们就通过一些数据来分析一下美国制造业回流到底能不能成功，对中国能有多大层面的影响，以及呢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去对待。这里呢我们先不考虑疫情对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影响因为疫情呢它毕竟是一个突发事件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而且你不管影响时间有多长，终究还是要过去的。我们只从目前掌握的数据来做一个分析。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咱们中国制造业在2019年的平均工资呢是78000元，大概是1万多美金，而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是5万美金以上。这就显示出了咱们两个国家制造业的人工成本相差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美国它由于长期远离制造业，制造劳工和缺乏培训，也导致了熟练工人的短缺。而咱们中国的制造业供应链呢是很齐全的国内呢有上亿的产业工人和14亿的巨大市场。除此以外呢，强势的美元也会阻碍美国产品的出口，因为制造业回流其实会伤害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的。你作为世界贸易主要结算货币，美国发行的美元它必须花出去才能够体现它的作用。这就要求美国必须成为最大的消费国家，向全世界输出购买力。这也是美国从二战以来它这个国家债务为什么越来越高的原因。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呢，其实是以牺牲美国制造业为代价换来的。所以呢，从表面上来看，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好像并不现实。今天呢，我们就深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根据咨询公司科尔尼发布的制造业年度报告，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指数是出现了剧烈的逆转。科尔尼统计了美国从14个亚洲国家的进口贸易，用这些进口量除以国内制造产值，得出了一个数值。那么2019年美国国内制造份额是明显高于进口的数量，其中呢从中国的进口量更是大大的减少。在整个2019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量减少了近1000亿美金，下降幅度达到了2成，而从东南亚的进口则增加了300亿美金。而美国本土的制造品消费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的，这就说明了美国本土的制造业产业的确是有所增加的。也就是说，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它并不是一纸蓝图，而是在悄悄的发生的。那么这就让很多人比较奇怪，是吧？前面我们说过美国的人工成本远高于中国，那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制造业它在回流美国呢？或者说哪些因素能够盖过工资上的劣势呢？
在仔细分析了前因后果以后啊，我总结了有6大推动因素。第一个推动因素就是总成本啊，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企业都是天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资成本只是运营成本的一部分嘛，其他的成本也必须考虑在内。在2018年，波士顿咨询公司就发布了一份制造业成本指数的报告，报告中显示呢，虽然中国的劳动力这个成本啊只占美国的一小部分，但是制造业的消耗品，比如电力天然气这个价格都是大幅高于美国的。其他方面，比如运输和土地价格也是高于美国，这就导致美国制造业的总成本呢，它仅仅比中国大概高了6%。我记得咱们中国的企业家玻璃大王曹德旺先生之前在采访中也曾经称，中国的总体税收是比美国高3成。虽然呢，曹先生呢也承认在美建厂也有劳工福利和工会的开支，但是他给出来的数据是可以反映一定的现实。除此以外，川普上台初始就把公司的所得税从35%降到了21%，并且呢对中国的产品特征了平均20%的关税，这样一来，它的成本差距就会极大的缩小。第二个推动因素是当前的贸易政策我们上面提到过，川普目前呢对中国的货物平均征收20%的关税面对这样高的关税，出口企业很显然是没有办法承受的。要知道，中国的出口企业利润其实并不高，而且巨额的补贴呢也没有办法长久下去的，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上面制造业回流指数的一个飙升。第三个推动因素呢是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国际大势在变嘛，万里黄河泥沙俱下，中美对抗的一个大趋势俨然已经开始形成了。在大趋势下面，微观因素也就跟着变了。这里呢，既有欧美经济和社会本身的变化，也有咱们中国内政外交的变化。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在过去这个30年全球化导致了美国的加速去工业化，并间接导致了美国经济和政治的两极分化。对这些问题呢，美国两党都有反省的声音西方的这个熊猫派也打消了拥抱和变革的幻想，鹰派呢在取代熊猫派强势崛起，而且呢开始远离和警惕，甚至遏制中国目前的局面可以算是当年美苏对抗的边缘，冷战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根本分歧。其实这个也不奇怪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你就算美国本国的这个左右两派之间，他都会互相的猜忌谈不上信任的，你更不要说对咱们中国了。目前呢，美国这个两党基本上已经算是认识到了去工业化的弊病，一些摆脱对中国依赖的政策也在陆续的出台。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国际贸易带来的经济效率好像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像这些精明的跨国资本心里面都有数是吧？企业投资它讨厌的是不确定性嘛，他也知道鸡蛋不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面这里的企业不光是包括美国企业了也包括中国的一些供应链比如台积电，它就是一个例子。4年前美国对华强硬派它还被视为边缘人物，现在呢这种声音俨然已经是主流了可见美国整体战略变化之大。第4个推动因素呢是这个自动化的一个广泛应用。人工成本确实是美国制造业的一个最大的不利因素，但是目前呢，工业机器人正在广泛的普及，一台日本生产的工业机器人售价也就2万美金，这个价格就远低于美国产业工人，而且这个机器常年不知疲倦呢，也不会跟老板要福利和工会，是吧？比如这个特斯拉，是吧？你像这个工厂的流水线上几乎就看不到一个工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特斯拉它能够在成本比较高的加州市场，随着这个越来越多这个行业这个机器人的广泛使用，人工成本的差距就可以慢慢被忽略了。实际上咱们中国有一个叫苏州天元纺织，在几年前就已经在美国设厂，这家公司呢在小石城建立了全自动的生产线，专门为阿迪锐步这样一些公司代工服饰我们知道纺织工业70年代早就已经迁出美国了，
但是这些年在美国本土却出现了不少的纺织工厂。第5个因素啊，在经济学上是被称作沉淀资本。沉淀资本呢，是指那些已经投入而且不可收回的成本啊，比如企业前期投资厂房和设备的成本，如果中途撤走了，那么这部分成本是没有办法收回的。所以呢，即使是企业意识到这个局势在变化，它也会考虑自身的成本。不过呢，这个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说过啊，白宫现在正在研究对离开中国的所有企业补贴所有开销啊，这些开销包括运输成本以及新建厂房在内的一切费用啊。这样一来的话呢，企业担心的这种沉淀成本也就可以被忽略一部分了。第6个因素呢，是高级制造业的兴起。高级制造相比传统制造是具有更强大的科技装备和效率，对传统制造呢具有很强的颠覆作用的，比如先进机器人啊、自动化工业互联网以及增量技术，这就需要有强大的人才和技术储备了。但是这个呢是美国的优势，中国现在也在发力高级制造。目前在很多高级制造领域，美国还是处于领先地位，比如像军工、航空航天啊、生物制药、精密化工、高级材料等等吧。目前很多国家呢都提出了高级制造的发展战略，这就包括美国、中国、德国、日本这些国家。美国呢还成立了14家官方机构，配合企业的研发和生产。这些举措呢，就让廉价的劳工的劣势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以上呢，我们讲完了美国这个制造回流的6大推动力。下面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美国制造业回流它会有哪些阻力啊，或者就什么行业容易回流，什么行业回流啊根本不可能实现。美国从中国进口最多的是电子产品，比如电脑、手机、相机、通讯设备，这个总价值接近2000亿美金，大概占了总进口的40%。这里面呢，相当大的部分呢是苹果系列，然后呢是电器产品啊，比如电视机、冰箱，大概有500亿美金左右，占了总进口的1%。也就是说啊，光是电子电器产品就占了总进口的1半左右啊，其他的比如像纺织机械、化工塑料，这个比例都不算太大，占了总进口的大概5%。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这个产业挨个分析啊。首先呢，大头是电子产品啊，其实美国在华的制造企业并不多，很多呢都是找的中国的代工厂或者直接采购啊，比如富士康啊帮苹果代工，零部件的供应商呢也是分布在大陆以及东亚、东南亚。但是由于电子产品的很多制造环节并不适合机器人操作啊，这也就是为什么郭台铭许诺那个美国工厂它变成了一纸空文的一个缘故。不过呢，这个芯片啊，这样一些零配件的制造就相对的要自动化的多了。另外那些以中国为市场的制造业也很难离开啊，他们不需要考虑关税的影响，而且有靠近市场的优势嘛。这也就解释了特斯拉它为什么不顾阻挠也要在上海建厂的原因。不过这些企业啊，它是可以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来平衡风险的。实际上印度啊已经实施了3年的分阶段制造计划啊，也就是利用关税迫使制造商和供应链在印度制厂。目前印度呢已经成为了智能手机的第2大生产国。总的来说这个电子产业这个制造这个行业应该是很难回流美国的。第2类产业呢是美国具有优势的能源、食品、烟草、造纸这些行业。这些制造业本来就留在美国啊，原材料在北美的价格也比较低，而且这些行业的流水线也是高度的自动化，随着进口减少啊，这些制造业会得到增强。第3类呢就是已经高度自动化的机械啊，这样一些行业，包括汽车这个零配件啊、运输机械、家电啊这样一些制造。这些制造业呢很多也都留在美国啊，有部分呢在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上。这些行业的流水线它的自动化程度也是相当的高。第4类产业呢是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纺织、化工、家具这些行业。这些产品的制造工艺相对简单，非常适合自动化。
而且对于原材料的价格有比较高的要求啊。我们知道这个北美页岩油革命就让天然气、石油的价格大大的降低了，美国也是因此成为了能源进出口国。北美呢也生产棉花呀、木材等多种资源啊，也有不少本地生产的这种塑料产品。第5类呢是药品、医疗器械啊这样一些行业啊。美国虽然很多的药物和器械啊研发它是留在本土的，但是制造环节早就已经外包了啊。比如95%的青霉素就是从中国进口的。但是这次疫情啊，也给各个国家的决策者上了很生动的一课。初期这个口罩防护服上他们是捉襟见肘，让美国是应接不暇。目前呢通过的议案啊，也是让这些产品摆脱对外的依赖，所以这些产品的回流几乎可以说是政策驱动的啊，而且呢它是不计成本的。从以上这些数据来看啊，除了这个电子产品制造很难回流美国以外，其他一些产品回流的可能性都是有的啊。但是我们都知道，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最大障碍，它并不是跟中国的竞争，而是美国现有产业结构对人力资本的配置与这个美国制造业回流它这个诉求点之间的矛盾。美国霸权它是建立在美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基础之上的，彻底回流制造业反而会改变美国产业结构，动摇美国霸权。这些矛盾你在美国现有的制度之下是很难解决的。那么我们从以上这些分析，咱们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说从美国利益角度来说，美国它并不是说想让制造业全部回流美国，它的根本目的其实是希望制造业不要待在中国，能回美国的就回美国，不能回美国的去东南亚、南亚，只要不在中国就行。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对于中国来讲，美国制造业回流它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是制造业往东亚、东南亚的转移。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呢，目前只是在最低端的纺织、制鞋业啊这样一些产业，而技术含量更高的啊利润率前景更好的行业，现在是正在有条不紊的往中国中西部地区迈进。产业升级、新经济那是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但是啊，就一个产业一旦开始转移，那就是不可逆。开始的时候可能不容易察觉，但是到某一个节点啊，你就会发现局面已经开始大转了。产业转移它一定是从最低端开始，然后逐渐上移，这样对移入地的要求可能会放比较低，而对移出国低端劳动人口就会构成沉重的打击。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啊，我们在大力发展新基建啊、新经济、产业升级的同时，也要适当的注意低端制造业的转移啊。毕竟咱们国家是人口大国，14亿人都要张口吃饭。好的，这个关于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话题，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这么多，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朋友们再见。